大家好，我是万万没有想到，黄瓜丝里面打入2个鸡蛋，出锅没想到这么好吃，天天吃都不腻，连挑食的孩子都爱吃，当早餐非常不错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1根黄瓜，放入一个大碗中，先倒入少许的清水，把黄瓜打湿，上面再撒上1勺面粉，用手给它搓洗一下。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，能更好的吸附住黄瓜表面的灰尘和农药残留。搓洗一遍之后，再加入多一点的清水，把黄瓜上面的面粉清洗干净。我们要多给它清洗2遍。像这样就可以了。洗干净之后放在案板上，先去头去尾，然后用擦丝器给它擦成细丝。刀工好的朋友也可以用刀切成细丝。全部擦好之后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1根孩子们喜欢吃的火腿肠，先给它切成薄片，再切成细丝。切好之后放入一个大碗中，一把洗干的小葱给它切成葱花。切好之后和火腿肠放在一起，再把擦好的黄瓜丝加进来，接着往黄瓜丝里面打入2个鸡蛋，再加入1把虾皮儿，提鲜又补钙，加入半勺食盐，少许的五香粉，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。这里不需要加太多的调料，不然就会掩盖黄瓜的清香味儿。搅匀后再加入适量的面粉，再次用筷子搅拌均匀。面粉我们可以少量多次的加入，面粉不要加多了，主要起到一个粘合的作用。最后搅拌成像这样一个粘稠的菜糊就可以了。接下来电饼铛预热，刷上1层食用油。油热之后，用一个勺子舀上1勺菜糊放进来，用勺子整理成一个圆形的小饼。依次全部放好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用您发丝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全部放好之后，在上面撒上点黑芝麻，增香又补钙。然后盖上盖子，先烙上2分钟。时间到了，打开盖子给它翻个面。黄瓜的清香味已经出来了，太香了。然后再盖上盖子，继续烙上2分钟，再给它翻个面，这样小饼熟热会更加均匀。大约烙了5分钟，烙至像这样2面金黄酥脆，就可以出锅了。放入盘中，就可以给家人美美的开吃了。一道简单又好吃的黄瓜丝鸡蛋小饼就制作完成了，2面金黄酥脆，闻起来太香了。掰开里边的黄瓜非常的鲜嫩，加入了鸡蛋特别的渲染，咬上一口，味道鲜美，外酥里嫩，满口留香，真的是太好吃了。再搭配上1碗豆浆或者是小米粥，吃起来真的是太过瘾了，美味又营养。我们也可以蘸上点番茄酱，酸酸甜甜的，开胃又好吃，小朋友们都特别的喜欢。
如果早餐不知道吃什么，可以试这个黄瓜小饼，食材简单家常，营养丰富，几分钟就能做好全家人的早餐。关键是家人都爱吃，喜欢的朋友就抓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转发哦。感谢您的支持，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大家好，我是万万没有想到，韭菜碎里放一勺面粉，出锅没想到这么好吃。这是我见过韭菜最好吃的做法，既可以当主食，又可以当菜，做法还特别简单，关键大人孩子都爱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这是我刚从地里割了一些韭菜，先给它摘一下，把老叶黄叶摘掉不要。韭菜也是非常的有营养，平时我们可以多给家人吃一点韭菜，对身体也是非常的有好处。全部摘好之后，放入一个大盆中，往里面加入1勺食盐，再往里面加入多一点的清水，给它清洗一下。加入食盐有杀菌消毒的作用，这样洗的会比较干净。清洗干净之后，控水捞出来，放在案板上，先把它的硬根去掉，然后再给它切碎。尽量切的碎一点。切好之后放入一个大碗中，往里面加入1勺面粉，用筷子搅拌均匀。韭菜切碎之后会有韭菜汁液出来，这个汁水这个时候已经完全被面粉吸附了，这样就不会造成营养流失。搅拌均匀以后，再往里面打入2个鸡蛋，放入适量的食盐，少许的五香粉，用筷子再次搅拌均匀。韭菜不需要加太多的调料，要不然就会掩盖韭菜的清香味儿。最后搅拌成这样的粘稠度就可以了。接下来电饼铛预热，刷上1层食用油。油热之后，用一个勺子，1勺1个，把韭菜面糊舀到电饼铛里面，用勺子再整理一下，整理成一个圆形的小饼，依次全部放好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全部放好之后，盖上盖子，全程中小火慢慢的烙，先烙上2分钟。时间到了，给它翻个面，闻起来好香呀！盖上盖子，再继续烙，再给它翻个面，这样受热会更加均匀。最后2面烙至金黄熟透，这个小饼就可以出锅了。放入盘中就能美美的开吃了。一道简单又好吃的韭菜鸡蛋小饼就制作完成了，外皮金黄酥脆，加入了鸡蛋，里面非常的渲染，看着太有食欲了，尝一下。这个小饼外酥里嫩，不油不腻，而且吃起来也特别的好吃。夏天天气炎热，早餐就不要出去买了，特别推荐大家试一试这款适合夏天吃的美味早餐，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1碗小米粥，营养又健康，并且做法简单又快速，关键是大人孩子都爱吃，喜欢的朋友就抓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转发哦，感谢您的支持，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